有很多朋友都说我最近炒菜的这个厨房太小了哈。其实我们在去年建房的时候还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开放式厨房，它的视野更加广阔，然后空间呢也更加的大。今天就带大家一镜到底看一下这个厨房是怎么样的。我们的这个厨房呢是做的一个餐厨一体的，左边餐厅，右边厨房。从客厅过来，这里有一个操作台，就是咱们平时买回来的调料啊，或者是菜之类的，可以在这里先整理一下。然后操作台下面是柜子，里面是弱电箱，上面也做了一些柜子，比如放一点平时不用的干杂之类的。旁边是做了一个嵌入式的冰箱。再过来做的是一个酒柜，酒柜的旁边我们做了一个餐边柜，平时放一点小东西。餐桌我们选的是一个极简风格的岩板餐桌，这个是1.6米的，基本上可以容纳12个人同时吃饭。餐桌旁边就是厨房了，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90厘米高的岛台。整个厨房的布局就是这样子的，从餐厅这里过来，这里做了一个岛台，然后这边的话做了一个操作台嘛，平时再可以砍点东西，还有洗碗。我后面的话就是灶台了，然后水池我们配备了两个水槽，我们都是配备的这种大单槽，因为大单槽洗东西它特别的方便。这个岛台上面的水池的话，就是平时用来洗一下菜、洗一下水果，或者是洗一下手之类的。水池旁边我们还配了一个洗碗机，老版的，然后17套的。这个洗碗机没有用过，当然我也不会用，主要是还没有试怎么用，等后面有空了还是要研究一下。然后这里面有水哈，有水的话是因为安装的时候它测试过了，所以这里面会有一点水没有烘干。灶的话我们就是用的集成灶哈，当时主要是考虑了2方面的原因，第一个是这个集成灶它的吸力比较大，开放式厨房嘛，然后油烟就比较少，这个是26立方的吸力。第二个原因哈，就是因为集成灶它集成了蒸烤箱的功能，然后就比较节约地方，然后算下来的话也是比较经济实惠的。因为这个集成灶几千块钱，你买一套燃气灶，外加一个油烟机，外加一个蒸烤箱的话，可能也要大几千，甚至更多。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这个集成灶，还更划算一些。我们的餐厅和厨房都是选用的无主灯设计的，磁吸轨道灯、铜灯，然后还有一个是彩虹射灯。餐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吊灯。厨房这边就是线形灯、筒灯，然后还有一个泛光灯，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电杠。餐厅和厨房就是这样子的，也算得上是比较简单的，没有过多的东西。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下有哪一些收获，然后有哪一些遗憾。先插播一条广告哈，由于去年建房过后一直都是金融危机比较紧张，所以大家理解一下。不知道大家过年的时候家里面的名扬火锅底料有没有用完哈？现在咱们最新款的活动是2包500克的超市同款大方砖，外加5个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，只要59.8块，并且还包邮。像这样的大方砖，平时炒菜、烧菜、煮鱼都可以用得到哈。超市里面一个500克的大方砖，基本上就是30多块钱，2个的话就是60多块钱。咱们还有5个的独立小包装，总共加起来都不到60块钱，真的特别的划算。有需要的朋友的话，可以点下方链接直接去购买就行了。其实对于这个厨房最大的收获就是建了一个自己满意的岛台。这个岛台呢，它不算中岛，它叫边岛，因为河边上是挨着的嘛。当初我们想做的是一个中岛，如果做一个中岛的话，两边留了过道，它的宽度就只有1米多了，然后其实就像一个坨坨放在中间，就比较难看。最后还是做了一个边岛，它的高度的话是根据我量身定做的，我们考虑的是90高，切菜的时候不用弯腰，洗东西也不用弯腰。并且我在这里做菜的话，家人在餐厅这边也是可以互动的，这样子其实氛围挺好的哈。然后关于这个厨房岛台和台面的遗憾的话，其实是很大的，就是给我们做这个台面的那个师傅啊，他的技术很差，像开台中盆，他开台中盆直接给沉下去了，差不多有2个毫米了，不是和这个台面齐平的。像这些盆都是这样子的。第二个就是打胶打得跟狗啃一样的，真的太差了。岛台的台面我们做的是岩板的，是那个1.5厘米的岩板，然后这边是做的10英石的，10英石也是做的1.5厘米的，做的比较薄的这一种。还有就是这个热水器没有预留排水管，我不知道这个燃气热水器现在居然也要排水了，现在就只能像这样子吊一个矿泉水瓶在这里接冷凝水，一点都没有好看。其实很多细节的话还是没有考虑到位的，如果当初在这中间直接再放一个排水管的话，这样子就会好看多了。像这个台面其实也是没有做好的，现在做好之后比集成灶矮了4毫米。本来我给的要求是做到80厘米高的，现在只有79.6厘米，所以这些都是遗憾。
其实建房子就是很多的小细节，只要找到一个负责任的设计师，还有一个就是施工的师傅，如果比较负责任的话，自己真的是可以省心很多很多。